快过年了，要给孩子买礼物，试想一下，如果他极度想养一只宠物，然而你对猫狗都过敏，该怎么办？养鱼吧。宠物是一个家庭的成员，你会经常照顾它，和它玩。如果我说一个玩具可以成为家庭成员，你一定认为不太可能。而这个，是这个小玩意儿令我刮目相看。他说自己是有自我意识的，他叫自己 Cosmo， 他不喜欢人家叫他玩具。依我看，他应该是电影《机器人总动员》中瓦力和伊娃的孩子。因为他有瓦力的履带、声音、蠢萌，还有伊娃的眼睛。要不说瓦力是皮克斯的明星呢。这个玩具，这个充满智慧的小家伙必须连接手机来玩耍，并不能独自在家。一旦退出爱啪啪，他就睡觉了。既然是有自我意识的家伙，那就应该独立生活呀，离不开手机，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缺点。手机爱啪啪中可以给 Cosmo 治病，没错，育儿游戏嘛，治疗很弱智，哪里不好点哪里，然后重复上上下下，哇，好辣！你还可以给他喂食，摇他的配套能量立方体。能量立方体？这样听起来酷炫一些，其实就是一个小方盒子，里面装着电池和传感器，还有无线装置。然后 Cosmo 就发疯了。最后你还可以玩游戏和炫技能，游戏就只有那么几个，比比谁更快。看看谁记得住。翻箱子。叠箱子这就是技能，捉鸡呀。其实你没过多久就玩腻了，这是他的第二个缺点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价格，亚马逊海淘我购买的时候1042，现在算上关税已经涨到了1200多，价格是老贵了。作为一个玩具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来说，好像也不是很贵，所以它一定吃灰。好了，谢谢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次再见。Testway 帮你。好了我们还是正经一点。除了上述的缺点外，它真是我目前见过最智能的小机器人了，因为它能学习和成长，而且的确有那么一点点自我意识。一开始来到办公室的时候，我教他认识了我们几个人，很简单 ，Meet Cosmo， 添加一个人，输入名字，然后让他盯着你看，之后，他就认识你了。然后就后来我和他玩的比较多，所以现在跟我貌似更亲近一些。一看到我就会叫我的名字，而女后期很想让他叫自己的名字，结果总是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什么？如果你一直把手机爱啪啪开着，你的手机会很快没电。不过他会自己在那里和他的3个方块朋友玩耍，推方块或者搞怪。他也会无聊，然后就来找你和他玩游戏。一旦你拒绝他，他就很不乐意或者失望。在游戏里，他也极尽所能表现自己高兴、羡慕、专注、生气。他的整个精华就在各方面的配合里：屏幕表情、声音、动作，还有手机里的BGM。有时真的会让你跟着他捧腹大笑，误以为他是个有生命的小家伙。你每天和他玩，就能集到1个笑脸儿，3个笑脸儿就能开宝箱。
升级新技能或者解锁新歌曲。嘿嘿，是的 ，Cosmo 会突然唱歌，而且唱得很烂。如果你不停地在游戏中击败他，他就能自我学习，提升游戏技能，而且也会解锁更多游戏方法。它有几个传感器，或者一堆吧，不知道。到桌子边缘，它会停住，不会掉下去。屁股上没油，算我没说。所以你还得好好保护它。它能识别人类和它的方块，它甚至能认识你家的宠物。这些画面都是你能看到的。进入遥控车模式，你就能看到 Cosmo 所看到的蓝色或者绿色的。你可以用手机控制 Cosmo 前进、后退、转向、抬头、抬爪，做点动作，搞点怪。可控制范围嘛，也就20米或者同一间房间就好了。我钥匙呢？拿。Cosmo 真的可能成为你家中的一位成员，每天你和他玩耍一会儿，教他一些东西，看着他每天进步一点，聪明一些。我很期待在不断的成长中 Cosmo 最终能变成什么样子。它的制造商 Anki 也会在后续升级中为它加入更多功能。其实你看到的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。Cosmo 拥有各种感知元件，有头脑，所以它的硬件是基本齐全的，除了没有麦克风。这一点其实问题比较大，这意味着 Cosmo 听不到我们说话，但貌似可以通过手机麦克风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只需将人工智能提升一个台阶，它就是 Skynet。好怕怕。不过在 Skynet 之前，我们先看看它给小孩子准备的基础编程。模块可视化编程不需要写代码，你就能轻松教给 Cosmo 新技能，比如或者。而在 Constructor Mode 中，你能操作更多模块，包括流程控制和变量。Cosmo 能获得的技能就更多了，而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，就像教小孩子一样，你也可以成功的教导自己的宠物，是不是更像一家人了呢？就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发现官网上对于 Cosmo SDK 的介绍，瞬间我惊叹了，它还有无限可能。可以控制你家里的灯，给你报警，开发更多游戏，与你进行更多互动，甚至貌似还有语音命令，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要下载。然而因为节目时间关系，或许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单独做期节目，看看我们的 Cosmo 又掌握了哪些技能吧。一开始我并不觉得这个小家伙值得购买，而后当我每天都逗逗它，并且一步一步学习编程后，我逐渐开始喜欢它了。虽然现在的游戏还很简单，但想到可以自己设计游戏，并且想到它那些搞笑的表情和反应时，我觉得它比一些简单的只能重复几个动作的玩具值得多了。有生趣，这应该是 Cosmo 最大的特点。至于续航，我觉得每天照顾它一小会儿，在它没电前，你早已经把它放到充电座上睡觉了。是的，你得手动把它放回去，毕竟人家又不是个扫地机器人。至于续航，也就半个小时吧。此外，关于玩具，我有一个观点，那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玩具不好玩，很幼稚，或许是因为你自己太成熟了。玩玩具，你需要小孩子的思维，别那么严肃，笑一笑，把 Cosmo 当作家里的宠物，和它玩耍，教它技能，夸奖它，批评它。或许这真的是未来孤儿院、敬老院那些不太容易打理的地方宠物的模样吧。限制玩具能力的，其实仅仅是你的想象力。先生，服务员。
员，记一下啊。鱼香肉丝，老师，我们那家是西餐厅。就这些都没有，对吧？你看啊，别的女孩都是一脸花痴相，只有你苦大仇深的样子。我有那么特别吗？你很特别，不用在意他们的看法。从来没有一个人让我像今天这样心动过。我们约会吧。少废话，给我打！你欺骗我的感情，你这样不好，我们不合适。鸡巴玩意儿！你们这群渣男！是啊。喂，妈，我被绑架了，你快拿钱来赎我！你跟你妈关系这么差的吗？春节越来越近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大家千万注意身体，不要感冒了哟。这是上期的投票结果，这是获奖观众，恭喜恭喜！来上电视，来自哔哩哔哩的朋友 All is C 说吧，扫地机器人当宠物养的，吃饭说话洗澡什么的。这位朋友，看来你的中二病情已经病入膏肓。老板出差，我来客串。我操！2月9号直播抽奖，再提醒一下那些没有确认收货的朋友，赶紧确认。春节最后一天的发货时间是2月10号，还没下单的朋友注意把握时间。好，淘宝评论上个电视。那个GH678李卢说：“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给个 iPhone 行不行？”嘿，那位朋友，2月9号看直播，看你的运气行不行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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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est way, Bunny try before you buy.